白头发是很多人的烦恼，有的人长白头发是因为肾不好，所以想要改善白头发，要先从养肾入手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用2味药材泡水喝。第一种黑枸杞，黑枸杞是常见的黑色食物，也是一种中药材。中医认为黑色入肾，所以经常吃黑枸杞有滋养肾脏、提高肾脏功能的作用。有白头发的人可以经常用黑枸杞泡水喝，能帮助改善肾虚和白头发的问题。第二种何首乌，何首乌是一种中药材，药用价值很高，具有温补肝肾、强筋健骨、乌发护发的作用。经常用何首乌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改善白头发，让肾脏更健康。除了多吃上面2种食物外呢，平时还要注意合理的饮食，没事多运动锻炼，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，这样也能够避免白头发生长，对肾脏健康也有帮助。很多人坐的时间长了，会感觉脖子僵硬、头昏脑胀的，其实这可能是颈椎淤堵了。如果颈椎长时间淤堵，会给身体造成很多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想办法打通淤堵。那木子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能够保护颈椎健康哦。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和肩同宽，双手叉腰，然后头先向前低，再向后，然后向左，再向右。要感觉颈部有酸胀感，这样前后左右来回的做5分钟。做的时候幅度尽量的大一些，这样活动颈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打通经络，对颈椎健康有很大帮助哦。那像经常久坐的人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预防颈椎问题。很多小伙伴总是抱怨，为啥我总是瘦不下去？其实呢，身体发胖很有可能是经络不通了。像你总是坐着不动，经络就可能会堵塞。所以呢，想要瘦下去，那么就要先疏通经络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让你体重悄悄降下去。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与肩同宽，然后身体慢慢的向前弯曲，尽量的用双手去摸地面，双腿要保持伸直，这样坚持10秒，起身再做。每天做5分钟就行，因为我们2条腿内侧有膀胱经，那这样拉伸能够拉通膀胱经，膀胱经通了，湿气和毒素也能够排出体外，对燃脂瘦身有帮助。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坚持做一做这个小动作吧，希望对你有用哦。秋天干燥，容易伤肺，使人出现咳嗽胸闷气短咽喉痛的情况，那我们该怎么养肺呢？下面木子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那这个方法就是按摩大鱼际。大鱼际呢，在手上大拇指根部隆起的这个地方。大鱼际是肺经上的穴位，和呼吸器官有很密切的关系。按摩时可以10个手指交叉，然后用大拇指向前推这里，推50下，再推另一只手，要感觉到有酸胀感。按摩大鱼际能帮助提高心肺功能，对缓解咳嗽、胸闷气短、咽喉肿痛有很好的效果。那想要养肺，平时还要多喝水，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没事多运动运动，这样对肺脏健康有帮助。口臭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，很多人认为口臭是肠胃不好引起的，其实呢不一定。除了肠胃问题，还要警惕3种情况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第一个，口腔疾病。很多人不注意口腔卫生，出现口腔疾病，比如牙周炎、龋齿，就可能会出现口臭情况。第二个，压力过大。很多人承受着生活和工作的巨大压力，这也是引起口臭的一种因素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3个，肺部问题。如果肺部出现问题，那么气体在经过肺部后可能会被污染，也可能会出现异味，这也是引起口臭的一种因素。老人常说立秋后3不睡3不坐，指的到底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吃饱了不睡。很多人晚饭吃的比较晚，所以吃饱了就睡觉了，这样很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不利于消化和吸收，不仅会引起肥胖，还会导致肠胃疾病。第二个，头发湿不睡。有的人为了早上节省时间，喜欢在晚上洗头发，洗完还没等头发干了就睡觉了，这样很容易引起头痛、感冒的情况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3个，有心事不睡。现在很多人的压力都比较大，所以常常会带着心事入睡，这样时间长了容易影响睡眠质量，引起神经衰弱甚至抑郁的情况。3不做。第一，不吃生冷食物。立秋后天气转凉，所以应该注意保暖，少吃生冷的食物，不然容易导致寒气入侵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，用凉水洗澡。
立秋后天气还没有完全冷，所以很多人还是会用凉水冲澡，这样也容易让湿气和寒气进入身体，时间长了，疾病也会找上门。第三，不剧烈运动。锻炼身体虽然对身体好，但是立秋后大家尽量不要在室外做剧烈运动，要不然超出自己的运动量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立秋后上面的这几件事，只要做好，才能够保证身体健康，让你秋冬少生病哦。立冬过后，天气也越来越冷了，而冷空气的到来很容易给肺部造成伤害，所以冬天养肺很重要，可以做好下面2件事哦。第一件事，多喝热水。因为冬天比较冷，还比较干燥，所以多喝热水可以帮助滋润肺部，对肺部健康有帮助。第二件事，坚持锻炼。冬天冷了，很多人对锻炼就懈怠了，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坚持锻炼，因为锻炼能够提高肺部的功能，有健肺的作用。除了做好上面这2件事外，还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银耳含有多种维生素、多糖以及碳水化合物，有滋阴润肺、止咳平喘的作用。梨含有的水分很多，同时还富含膳食纤维、糖类以及多种微量元素。那不管生吃还是炖煮，都有很好的清热解毒、润肺止咳的效果哦。但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吃到的，大家都知道，鸡蛋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和人体所需的矿物质。如果能每天吃1个鸡蛋的话，对身体是有很大好处的。可以缓解视力疲劳，提高记忆力，还能够增强骨质密度，给身体补充能量。那虽然说吃鸡蛋对身体好，但是有3种鸡蛋最好不要吃。过期的蛋，过期的鸡蛋营养会下降，而且还有可能变质，不利于身体健康，尽量不要吃。毛鸡蛋，毛鸡蛋中含有很多细菌，如果你加热的不彻底，很可能会引起腹泻，对健康也不利。生鸡蛋，有人喜欢吃半生不熟的鸡蛋，这样的鸡蛋不仅吸收率低，还可能存在细菌，所以也不要吃。泡脚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，如果每天睡觉前都能坚持用热水泡脚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，还能够提高睡眠质量，调节内分泌，对身体可以说好处多多。但是泡脚也是有讲究的，下面的这3个误区要避免。误区1，泡脚时间长。很多人认为泡脚时间越长，养生效果越好。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因为泡脚时间长了，容易使双脚局部血液循环长时间的过快，对心血管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大家泡脚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内。误区2，吃完饭马上泡脚。很多人晚饭吃的比较晚，所以喜欢在吃完饭泡脚。如果吃完饭马上泡脚，会影响胃部血液的供给，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、腹胀等问题，对肠胃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大家饭后半小时以后再泡脚比较好。误区3，泡脚水温过高。很多人泡脚时不注意水温，认为水温越高越舒服。如果这样，很容易烫伤脚部皮肤，使血管过度扩张，对健康也不利。所以大家泡脚时水温最好控制在50度以下。泡脚并不是随便泡泡的，如果方法不对，泡了也等于白泡，而且还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泡脚的时候要多注意，只有正确的泡脚方法才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。人的状态就是能坐着就不站着，能躺着就不坐着，这样时间长了，肚子越来越大，腰也越来越粗。那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就是每天饭后靠墙站立，可以找一面墙，然后让自己的头、肩胛骨、臀部、脚后跟都紧贴在墙上。注意要收腹提臀，要感觉全身都在用力，这样坚持10分钟。这样靠墙站立可以锻炼到肌肉，帮助消耗热量，不仅可以瘦腰、瘦肚子，还能够让身体变得更挺拔。那大家刚开始可能会感觉到累，不过呢，想要达到瘦身的效果，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住才行。人到中年以后，坚持运动锻炼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。但是很多人会有疑问，为什么我每天锻炼，体质还是很弱，病也没有少呢？首先，可能是你运动的不合理。合理的运动包括运动的时间、运动的方式。
很多人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运动，运动时间也没有合理的安排。运动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，要根据自身的条件适当的增加。每天最好进行至少半小时以上的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游泳、快走、自行车等，每周5次以上才会有效果。那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件事比运动还重要，大家可能没有注意，这件事就是补充营养。很多人只是单纯的运动，没有注意通过食物补充营养。如果营养不充足，很容易造成身体营养不良。中老年朋友平时要注意营养均衡、荤素搭配，多补充蛋白质、维生素以及矿物质，这样才能让体质越来越好。还有每顿饭吃7、8分饱就行，可以少食多餐，一天多吃几顿，这样对健康更有帮助。所以，相对运动来说，身体补充营养更重要。只有这运动和补充营养相互结合，身体才会越来越好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。